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这是今天要选的4张牌哈，1、2、3、4。今天的题目是他要告白了，他要告白了哈。那么是谁呢？你自己在脑海里想一下一个人哈。如果没有呢，等一下可能也会预测出将要跟你告白的一个神秘人物哈。来，这是1号牌哈，选择1号的朋友，这一个是女祭司哦，女祭司牌。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你可以按暂停哈。好，第2张是恶魔牌哈，恶魔牌。再来是3号的月亮牌，这是月亮牌。好，这是第4号的恋人牌，好，恋人牌。好。4张牌都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颜色哈，然后不同的角色。你可以选择最吸引你的那一张哈，它表示你跟它的震动比较强。如果你无法选择的话，你可以立刻闭上眼睛哈，然后脑袋里出现的第一张图就是共振最强的那一张，你可以直接选它哈。然后你在听的过程里呢，如果跟你实际的想象跟你的背景和状况不符合，你也可以把它听完哈，因为它可能在捕捉的一个趋势是之后的一个情势的发展，它可能捕捉的比较远哈，而不是当下。你过一阵子之后，你可以回来再看其他的或再听一下哈。好，就这样哈，已经决定好了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就先从1号选择1号的牌开始哈。好，来，今天的内容顺序主要就2个。第一，我们先帮你主播一下，主要追踪一下他跟你告白的时间哦，大概这近距离的一个时间。第二，我们来帮你捕捉一下是什么距离啊，什么空间哈，是在什么空间、什么样的场景会跟你告白哈。好，来，我们先捕捉一下时间这一件事哈。好。我看到这一个，好，他不一定有时候会直接讲时间，有时候不会，有时候会突然跳到要讲能量哈。我已经先看到一个能量了哈，是近期蛮近的哈，我觉得近期蛮近的，他甚至会在7个礼拜，我觉得他会在7个礼拜内，他不会超过半年哈，因为我会去，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会直接先放在半年，然后加减减，到底是半年以后还是半年以内哈？因为我认为整个流动，能量的发展，有的时候至少要3个月，最快3个月，然后我觉得半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转换期，所以我会抓半年。那可是这一张牌有让我感觉到的是以星期为单位哈，它瞬间给我的概念是星期而不是月了。所以我大概抓一下数字，应该有可能就是7到9个月，然后因为很明显数字有出来，7到9个月之间哈，它会逐步的星期哈，7到9个月星期，7到9个星期，它会逐步的准备要跟你告白，它那个能量它要开始准备好了哈，因为他现在还在准备什么？他在准备他自己的自信心。他在准备好他的能力哈，他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我这边看，他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他希望跟你告白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的跟你告白。他准备什么？第一，他准备好了，他可以照顾你的能力。基本上也有可能讲生活一点，在他的想象里，他希望他每次带你出去的时候，尽量都是他带你去吃饭，所以他会去付钱啦，他会去抢着付钱哈，或是他希望能跟你去更多的地方哈，然后那个环境跟生活跟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第一，他准备他的能力；第二呢，他在准备自己的。我觉得我先说哈，我没有特别觉得是男生女生了哈。我没有特别觉得是男生女生，所以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内容哈。第二个呢，他觉得自己现在不够好看，他可能想要再多运动一点，想要再准备的更符合他期待中的好形象。现在他在准备这一个，可是他这个能量的降落速度很快，我甚至觉得还会比我预期的时间再更快，因为他现在有一种已经到了尾声了哈。
该怎么说？因为今天翻来的牌，你看哦，不是8、9就是10，它是一轮一轮的，都是后面的数字哈。在8的时候开始启动了，6的时候开始走近了，可是它的结果都是已经要出现9跟10的牌子了哈。所以我觉得它会比我预期的再更好，但是我会用比较保守的。我对于能量的运行跟变化跟成型的一个我的基本概念，我的基本原则来说，我就先保守的抓到7到9个星期啦。好，所以就一季内，这是最快的情况哈。那你可以期待一下哈。那目前情况是这样，来我再帮你再抓更准看看啦哈。这是第一个，不过我还有一个伏笔，我常常会跟你说，有的时候我们抓的这一个，他可能是你心里想的那一个人，很有可能，但他也有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人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捕捉的是一个能量，那个能量它不一定只符合一个人，它可能是符合1、2个人，所以他可能会捕捉到你没想到的那个人，或是不是你脑袋里想的那个人，会有别的人，有暗恋你的人，或注意你很久，或者最近有特别桃花能量够强的，桃花的企图心够强的人会跟你做表达，也有可能啦哈。所以你要再更正面、更乐观的去思考、去感受一下这件事情哈。来，然后我再帮你捕捉一下更精准的一个时间概念哈，不一定是几天或什么的。好，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时间概念会拉扯我们原本这一张牌的啦。这个拉扯的意思就是说，它可能会。这个翻出来可能时间会更长，我就会再做一个区间的取舍哈。来，这样子的话，我这个翻起来的是这个时间的参考值哈，参考值，它给我一些参考的讯号，让我再去变更一下我们在前面那4张给的讯号哈。这里的讯号是告诉我说，我们前面说7到9个星期这个概念的浓度哈，这个准确率可能要打一点折哈，打一点折，因为它有一些未知感，还有一些被破坏的能量，有些被破坏的哈，然后有一些外力的影响，有外力的影响，也有外力的介入哈，所以它可能我们刚说最快是7到9个星期嘛，但那可能现在我可能要这里我以月来单位来算一下，它被拖了一下哈，可能会被拖了1个月或2个月，有可能哈，因为塔牌的出现跟月亮牌的出现，它有一种远方跟重来的感觉哈。该怎么形容这个概念？就是它可能在7到9个星期的时候已经靠近你了，然后可是有些事情突然发生了，他回头去做别的事情，或是他绕远路了，会跑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就先停止了，会有这个状况哈。都跟人有关啦，跟人有关，有可能是工作。好，我觉得工作的情况比较多，有工作在烦恼他，我觉得这个有工作在烦恼，因为权杖7宝剑5都是一种有其他人来打扰哈，他只能专注于现在这一个处理他现在周围跟人的关系的一个状态，他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哈。这2个都是，虽然出现2个都出现了，就表示确实是有人的外力在影响他哈。那为什么我说他必须要处理？是因为权杖4的出现的时候，他是会处理完的，会有一个美满的结果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美满的结果了，这是他是4张牌给的暗示之后给的一个美满结果，所以他需要去处理，他也会处理完，但是他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毕竟是权杖4嘛，他从1走到4，他事情要处理完，他不是一个晚上就处理完，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必须说他到这个时间点他被拖了，所以我大概就把他抓住，他可能就再多1、2个月了哈，1、2个月，所以耐心等一下哈。然后时间上是这样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哈，这个哈，来，我再帮你翻一个牌来看看，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程度上的一个比较低的几率，我有感觉到有一个比较低的几率我没有捕捉到，而那个低的几率会把这时间再往后拖延哈，但是前面会呈现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啦，我再帮你看看那一个，
的变数在哪里哈？的变数在哪里？可能的变数会有啦。好，其实没有太多的变数哈，就是停滞的时间会久一点了哈，停滞的时间会久一点，然后他个人的意志跟个人的渴望，想要往你这里走过来的坚定的意志蛮强的哈，所以他会把这些阻碍他的事情的时间再加速，他会想办法加速，他会想要再快一点处理，他希望这些事情赶快离开哈，他希望再赶快造一个。因为他要准备嘛，刚刚我们不是说他要准备好去面对你嘛？他希望这些杂事不要影响他去准备自己的各方面。他要准备什么，我们不太清楚那个细节，但是他就是在准备好了，然后他就要去跟你见面，他会跟你告白，跟你表达哦。只是他也很意外啦，哦，他也很意外，突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哈，他也会很意外，他要处理这些事情啦。所以基本上还是照原则底下来，就是半年内，哦，他应该会跟你表达了哈。你可以期待一下。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好，在哪里？哈，然后我甚至可以帮你看看他是谁？哈，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哈，也许真的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哈，好，看一下他是什么样子的。在什么样的情境里了？哈，这个。的话，我用这个，我用这个牌来看的话，是没什么感觉。我用这个来看哈，这个好像又没有办法。来，我换一个。因为牌子一直有一种讯号，你像就是说抽我，选我那种概念哈，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哈。因为我要找的是场景或是环境，有些牌的这个讯号是比较弱的哈。那我试看看这一张牌给的，好，这个先哈。我觉得他会在一个你们两个都会去参加某一个以派对为原则的一个活动。那什么样的情况会有派对？有结婚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讯号不强。然后第二是生日啊，我也觉得这个讯号不强，但是也有可能哈。我收到的一个讯号比较特别哈，我讲你听看看。有颁奖典礼，就是有人受到表扬的一个情况哈，有人受到表扬的一个情况，或是也有人可能升迁了，有人金榜题名了的一个庆祝的餐会或什么的这样。我必须说。这一件事情可能跟你和他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有人在做这一件事情，附近，就是可能你们去了一个餐厅，大家一起跟朋友或什么，大家去了一个餐厅或什么聚会，然后可是隔壁间的人在庆祝生日哈，他们为了可能某个目的，有人升迁了，有人升官了，然后在隔壁在庆祝，或者隔壁桌在庆祝的时候，他那个能量在你们附近产生的时候哈。总之呢，这一个人他很希望是在一个类似节庆的状态里。好，我常常讲节庆的状态，是因为节庆的状态里，它其实包含很多样子啦。可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原则是，节庆的状态里就是他们大家在庆祝一种丰盛、一种收获的感觉。所以这个能量是告诉我说，这个人他想要在这一种沾染到、分享到别人的快乐、别人的祝福、别人的丰盛的状况下，他会忍不住跟你告白，忍不住跟你说，他希望在那一种氛围下，他不会在一种只有你们两个人单独的情况，很安静、很冷的时候，不是说空气很冷或温度，而是很冷静、很安静，只有两个单独一起的时候跟你告白。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他觉得这个给你压力太大。好。他喜欢有一种措手不及的
惊喜点的时候跟你说。好，目前看到是这样，来我再看一下。他还在，他现在啦，他现在还是拿不定主意，他还在想，他现在大概只知道说，我跟你说，因为他在某方面对这件事情蛮害羞的，所以他才会希望在我刚刚讲那个场景里面，为什么他要壮胆，他要有点勇气，他要更多的勇气，他才会跟你说，才会跟你表达。他很怕跟你安安静静的一个人一对一讲的时候，那个注意力完全在他身上，他跟你讲，他会有点太紧张，他会有点害怕自己讲错话。也有这个讯号，来，我再帮你抓一点点，可能的状况，这几张都符合我刚刚脑袋里想的那个画面，的确他这让我更确定，他会挑选某一个节日，某一个有一种整个空气里都有一种欢庆的节日。近期有什么？你大概想一下有什么？他那种欢庆的节日，比较像是说，这个节日会有很多颜色，颜色是非常丰富的，会有很多颜色然后那天的晚上或那几天的晚上，会有很多人特地为了这个节日去吃饭的一个场合。然后你们也会吃，你们也会吃，但我是觉得是只有你们两个去吃啦，但我会觉得这有点太尴尬了因为他毕竟还没有告白，还没有什么，但是我还是没有，我是没有看到旁边有任何其他人，我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场景里，但有一个小的讯号是，可能会在你们跟别人见面前，你们两个会先见面，他会找个理由或什么方法让你们两个先单独见面，然后之后才会跟别人见面，也有这个可能因为其他人的讯号实在是太弱了，我真的看不到他目前我有感受到对方的紧张啦，有一个紧张。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蛮紧张的然后，我现在心里的方向突然转向是，他要怎么跟你告白？他要怎么跟你告白的这一个讯号？因为我有感觉到的讯号是，他可能不会用嘴巴完全说出来说他想跟你在一起或什么，我喜欢你。他们不会，他好像会用一种物质的方式做表达，物质的方式做表达。因为他这里的各种能量啊，都太平均了，没有特别是水能量或什么，有的水能量也都在用在别的地方了，反倒是火的能量火的能量跟风的能量带来的一种新奇感，一种不太讲究传统的一种，反正就是不是，它是有一种隐晦，有一种躲藏心意的表达方式，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可能会借着别种东西去跟你表达，他可能对于自己用嘴巴表达讲的表达方式，他没有那么有自信了但他会别的方式表达，然后会让你接收到。来，我再帮你看一个东西。这是我自己要看，我觉得我想明确知道那个告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气氛跟场景啊，各方面是不是完美的的确是人多的地方的确是人多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声音，很嘈杂，有非常多声音，非常多嘈杂的声音对，空气中弥漫着非常多的选择，空气中弥漫着非常多的声音，然后
所以他确实是会在人多的地方跟你表达这一件事情哈，他确实是会在人多的地方。整个情况是蛮好的。他跟你表达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快乐的提升、幸福感的提升，好像有种你很久都没有接触到的一种幸福感哈。会进阶，你会觉得，比你以前遇过的都好，比你以前遇到的都更，反正就进阶了。它就是不是你原本以前的经验里的那一种告白者情况了，恋爱的情况，它有一种更多的准备好了哦，会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很完整的进化啊，很完整的改变。好，那就这样哈。1号牌，你可以期待看看了哈。刚给的线索其实都还蛮明确的哈，希望你有记起来哈。但还是一样哦，我们做一个提醒，就是第一，我们预测的是一个能量哈。但它会不会符合你脑袋想的那个人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到有一个这样子能量的人，可能1个或2个正在往你这边做准备，要往你这边做一些感情上的告白然后第二，你要用更开放的心态不要特意去等待这一个事件出来而去拒绝可能其他没有被捕捉到的恋爱的桃花的能量来跟你做交往啊，或是跟你做互动啊，做结交朋友这样也不要抗拒或拒绝，不要特意去等待这一件事情。更开放的心态，因为它可能有很多别的事情的发生，才会促成这一个我们捕捉到的能量，稳稳的往你这边来所以记得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放开心胸去接受所有的改变。整个能量才会给予你最好的，好吗？那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么祝福你，谢谢你来听。来，我们接下来是选择2号的朋友选择第2张的朋友来，今天的题目是他要跟你告白了他准备跟你告白了，所以我们会分2个阶段。第一，我们先帮你预测一下时间先预测一下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点。第二，我们帮你捕捉一下是什么样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气氛下他会跟你告白，好吗？好，我们现在先来帮你捕捉一下时间基本上我捕捉时间我都会以半年为准，然后加减减因为我觉得一个能量的形成会有一个3个月至少比较完整到半年这样子。太快的，我觉得太近太快的，我个人是觉得，我是自己是不太能确定这么急速的东西这么快展现的具体性啦。我个人是感觉不到跟能力有关系每个人的本质上的感受力有关系来，我刚你看一下半年内的加减减。好。6不会到半年，不会到半年，它会比半年再更快。再看一下其他，又更快了，不会到半年。3个月的呈现3个月的速度还蛮快的，因为它那个火能量好像似乎已经比我原本感觉的近了然后它有。他有人在帮忙，在帮忙他去了解你，帮忙他去理解什么样子跟你告白的情况比较好，什么样子的时间有在安排，可能是你这边的朋友，他要去问你这边的朋友，他要收到一些帮忙他要收到一些帮忙。来，我再看一下别的，来我个人认为火能量都蛮强的，时间有越来越近的感觉他有很想要很急啦，他有很急着要跟你告白，他有很急着要跟你告白，火能量实在太强了。但是火能量有一个缺点它不是一个长时间都在燃烧的东西。虽然火能量已经这么多了，它可以烧得比较久，但是他的心态上很急了，他心态上很急，所以我才会说他可能会在比我以为的半年时间再更短，我甚至觉得3个月内都有可能会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好，我这边先提醒一下他可能在捕捉的一个能量是
某个不是你脑袋里想的人，但是你脑袋想的那个人，或是另外一个你不知道的人，他们的两个人的能量都符合牌面上所捕捉的那一个能量结构哈，所以不一定会是你想的那个人，他可能会有意外惊喜就对了。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其他的讯号，那我看这个来抓讯号。时间点的话，因为我觉得它已经很够快了啦，有在加速了。好，我来帮你看看，它有没有别的讯号是告诉我说，它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快，或是会有一些外力的介入，会把它拖慢了哈，会把它影响了哈。来，他其实又来了，我觉得他有朋友帮忙啦，他有朋友在告诉他什么时间点好，什么什么的什么，然后他给他朋友给他很多意见，其实还甚至有告诉你，可是他告诉他说你喜欢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也有。然后我必须说，他已经进入了准备好的时间，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准备好了，哈，他现在在等一个好的时间点。好的是，其实他现在跟你告白都可以，他现在跟你告白都可以，因为这个他这个已经整个火的能量哈，内在的那个渴望已经非常满了，而且他在他自己内在的想法里哈，在他的想象里，他已经演练过好几次跟你告白的那个场景了，而且换过好几个了，他现在只差在他还不确定要在哪里哈。或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跟你告白？其实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他想太多了哈。以我这边看到的心态，整个状况是，他任何时间跟你告白都可以，都可以，因为他已经在你的世界里了。他现在他的能量已经符合你的能量范围，然后就是。我是觉得他已经在你的世界里，他随时跟你告白，你都能接受了。可是问题是出在他自己的拖延，他自己的一些想太多，他自己的一些完美主义或是一些精神洁癖哈，他就是这件事。来，我再帮你看一下，他现在这个拖慢的状况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啦？好，他在等什么？他想要什么？好，3哈。首先，我觉得他太在意别人的意见了啦，就是你的朋友可能给他太多意见了啦，他现在反而过度小心了，他开始想象了一些失败的状况，以至于他现在有点害怕跟你告白会失败这样子。不过，同样的，这里又再讲了一次，他已经离跟你告白的时间，离你告白的处境环境，应该说你们平常出去过很多了，他已经非常熟悉你的模式了。他已经非常熟悉你的模式了，因为我有看到你们两个的世界目前是处于在一个重叠的状态，也就是说能量上是契合的，哦，不过我有一个讯号是我有觉得他的不确定感、跟没自信、跟不安感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什么？来自于你跟他的个性，对他来说，他觉得还没有契合到非常完美。以他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他有点不太理解你，他有点不太能掌握你，所以以至于他就算要跟你表白，他也觉得应该忧喜参半，也有可能会失败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有一些的停滞，是他。我刚刚说嘛，他脑袋常常在演练一些跟你告白的嘛，他也在演练一些告白失败的一个状况，这样，所以他必须要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完美的场景、完美的时刻、时间点跟你告白的时候，至少他认为失败了，他也觉得做得很好了，差不多是这个讯号。来，我来帮你接下来看一下，会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跟你告白啦，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时间点或是地点
或是什么样子的情境他会跟你告白。来，这个好了，看一下有什么我能。他准备了，他想象的是什么？应该这已经不是他准备，就是可能会，就是那个时间点跟那个场景，应该是要走什么？没有他，他还没选好他还没选好。我跟你说，他甚至有去过那里，想要跟你告白的地点，所以他现在可能在计划要把你带到那里，要跟你告白。6哦，哎呦，我知道的是，他要跟你告白的那一天把你约出去的不是他，把你约出去的是你的朋友或他的朋友。然后约出去之后，大家会一起出去玩什么的。他会在趁乱中，或是大家相处的一些你们两个独处的时间的时候，他会跟你告白。他准备的是这个哦，他准备的是这个。不过他要很确定，你会有机会一个人啦。其实我觉得机会蛮多的。然后我也能看到的是，确实是需要大家朋友一起出去，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会去在这里找一个缝隙跟你告白我只能说他没有准备好跟你单独约你出去啦，因为他觉得这个动机跟什么都太明显了都已经太明显。我甚至有觉得你已经有知道这个人会跟你告白，所以他特别做告白这个意思有一点，你也不会太大惊小怪，你也不会太那个，你可能也知道是这个人。你可目前这边看起来是比较符合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人啦，目前讯号是比较符合这个角度，但是还是要留一点空间给你未知的人这样子比较整个你的思维空间比较开阔了不要太狭隘来，这个讯号我觉得不够，我要再找我想再找说一个场景跟环境应该是什么觉得应该用别的，不是这个来，我换一个。目前只知道说，可能就会有比较别的其他人啦，但是有可能不是，我帮你往下翻看看。一样确实是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了讯号太明显了或者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会偷偷跟你告白就不是单独但是也有可能他会把你带到，他会让你们两个独处的时候，制造一个独处的机会，他跟你告白，会告诉你Queen's Cup is 10。为什么我这边看到了家人？他的家人还是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姐妹吗？我跟你说，我看到的其他人帮忙里面有包含你的兄弟姐妹，或是他的兄弟姐妹，所以他这个行动，他这个计划有包含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他甚至问过你的兄弟姐妹了，请他们帮忙或是也有可能是他想跟你告白的那一天，他都有跟你的兄弟姐妹或比较亲近的人，你的家人都问过哪一天你比较有空闲比较好约。总之，他私底下做了蛮多准备的啦，蛮多准备的，到期什么的吧。其实，我还是觉得他想的太多了。他其实现在马上就跟你接近告白，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这边有太多的讯号是，他一直没有出手，一直没有告白，是因为他太在意你的反应了，他想象你的反应想象的太多了，想象的太多了，以至于他有一点点前前后后，渐渐是，就是前前后后啦，就是前进了又后退，前进了又后退7的话，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正背器有一个新的讯号出来了，我帮你确定一下。7的话一样跟我刚刚想的一样，跟上一个前就是
因为他这个7的讯号就是选择太多，然后偏偏又配上了非常多的风能量哈，所以就变成他其实靠直觉去选，或是很自然而然的感觉到，感觉到了，就是感觉到了，直接跟你告白都会很顺利，但是他偏偏他有点走歪路了，他想要。我觉得他想超越了啦，他把它想成像求婚一样的等级，我觉得他太超越了。他其实只要把它想成是朋友的升级就好了。我觉得，因为他这个他心态上的那个丰盛感加紧张感加内在的情绪的浓厚度，变成一个混乱的状态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太多的声音，太多声音都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别人的声音来去复制了。就是说，别人告诉他的话，他把它转换成自己的声音，在脑中里一直盘旋。可是其实那些句子都不是他自己心里整理出来的，都是听别人讲的。所以他现在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可以选的好方法，他在选或什么的，所以让他自己拖慢了时间，而变成他现在没办法马上就跟你告白。其实他其实简简单单的告诉你说，其实他想跟你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他把他想的很可能他把他想的太慎重了，可能他觉得需要这么慎重才对得起你，和才对得起他，有这个讯号也有出来哈。但是我也有看到你有给他暗示了，就是什么暗示？就是不用，就是其实我们关系也不已经蛮好的不用特别去什么什么，也有这种暗示，这个讯号底下也有跑出来。哦，好啦。我觉得这整个情况有点小可惜的情况是，他跟你告白那一天会有其他人在哈，他会私下跟你讲，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但是那一天出去不是只是跟你一起出去的情况了。好，他更像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偷偷私下跟你说，或是偷偷跟你暗示哈。来，我来帮你看一下，他跟你告白的情况是用说的，还是用一些东西去做表达？好，我帮你看一下。哦，就是他跟你告白的方法。哦，再一张如果就是，那这个没有，我要再看一下。好，我觉得他比较多的机会是用说的，然后说一个很简单的话，他不会说很复杂的话，说一个很简单的话，然后他会做一些小动作哈，做开头，不是说小动作啊，甜蜜的动作，比如说拿东西给你吃，或者拿东西给你，或者帮你提东西或什么，然后之类的，他会捕捉到一个非常好的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口说类似啦，我打个比方，他可能开口说的造句的形式可能会说，跟我一起在一起好，跟我在一起好不好？就是有这种有一点以退为进的方法哈。然后或者请你吃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东西很好吃，然后什么，他就会暗示你说，突然就插一句说，那你想不想跟我在一起？这类型的告白方式哈，就是有一种。就是以退为进的方式啦，用一种问答题的方式这样子。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哈，因为它是他的方法，你可以把它换成各种语言，只是他选了这一个他能够比较能开得了口的方法啦。好，大概是这样啦。不过要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哦，他开口的第一个时间，你很有可能会不小心错过。你知道怎么叫错过吗？就是你可能在注意别的事情，然后他突然就选了这个情况来跟你表达，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我好像没听清楚，我好像没感受很清楚，然后你会有一种问号，会希望他再讲一次，会讲很有这个机会，很有可能哈。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风能量突然跑出来，而且是很强劲的短时间的风能量，我觉得他会把火能量吹熄一下子，然后再点燃。我就有看到这个讯号了哦，所以大概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哦。那你可能要忍耐一下，他会在一个不是很安静的情况下跟你告白，他有点想要趁虚而入、趁乱而入的这样子哦，他才不会那么紧张哦。好，在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大致上就这样捕捉到，然后给你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期待了哈。不过我必须要讲一下哈，虽然我们刚刚这一题捕捉的人是非常清晰的，好像就是你脑袋想的那个人，但是我们要留一个空间是。
这里捕捉的一个能量的方式，或是这个跟你表达这个方式，它可能也符合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你脑袋想的那个人哦。好，然后它也可能符合你今天看牌之后才认识的人哦。哦，也有可能哈。这边其实有一个讯号，我刚刚一直有感觉到，它有一个影子。他有一个影子，就是我在讨论的这个人并没有完全扎实的符合我在讲的这个人。我每翻到一些东西，我在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影子的感受，在远远的地方看，好像我在讲的才是他。所以我在跟你说，这个能量可能也符合另外一个不是你脑袋里想象那个人。好，那如果你没有想象的那个人，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你未知的人，他可能会出现。好，那个时间感可能就要在你认识他之后，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时间什么。几个礼拜那几个月那种，他可能那个时间感会在你认识了一个新的人之后，他才会启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顺序，然后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列表的呈现好，希望你能够明白。那么祝福你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那选择3号牌的话，首先呢，我先跟你说，我们会从2个。部分来说第一个我们会先捕捉的是时间是什么时间？大概半年以内呢，还是半年以上，还是1季不知道，要翻出来才知道。第二，我们会帮你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场景，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会跟你告白来看一下，先抓时间这一个连续这边一个连续，这2张好像都可以看一下时间上的话，少一点点线索，这个的启示，封锁带。我的讯号啦，我的直觉感觉上是要来了，可是也才进入，就是说比半年短，但是又比3个月远，所以它大概就4、5个月中间啦，可是它有可能会缩短，那他为什么会缩短他跟你告白的时间？主要还是因为他可能认识了你的朋友，然后你的朋友有给你一些线索去帮助你，然后让他提早跟你告白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他近期才有比较强烈的心动的感觉，希望能够跟你有进一步的关系。然后在他的朋友，我觉得是他的朋友，他认识你的朋友讲错了，在你的朋友，他认识你的朋友之后，他更确定了他要跟你告白或什么，他要跟你更进一步的关系。然后他的朋友告诉他一些你的个人的个性啊、喜好各方面的，透露一些你的一些事情啦不是秘密啦，透露一些你的线索，让他更想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他的速度是有加速的。但因为这张牌出现了我觉得他已经走得非常近了，但他现在处在观望期。为什么他要观望？他在干嘛呢？等一下，他在干嘛？我觉得要重翻。好，这样他在干嘛？他在首先讲一个别的，你的外在跟性格各方面已经锁住他了，他对你非常有感觉，但他现在在观望期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对你不够了解，他突然呈现出一个对你不了解，就是可能中间你可能做了一些事情的一些表现，他突然觉得他跟你的距离蛮远的，他突然有觉得他以为的了解你，他不了解你但是这个方向其实是算蛮，可是这个不了解反而让他更被你吸引住了可是他心里的有一个不自在感跟不自由感，是因为你的样子跟你的表现，或是你呈现出来越来越真实的个性，让他第一他不熟悉，所以以他的个性来说，他可能有突然会觉得这不是他以前面对过的状况，所以他还在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也害怕嘛，他也害怕跟一个人告白之后然后被拒绝所以他也有点。因为他对于你的个性是蛮陌生的你是他认识的人里面算是一个新的角色，
目前是这样。然后时间上，我觉得本来会比较快的，但现在停了所以我觉得大概再拖到接近半年吧。我觉得接近半年有点太久今天的讯号一直都告诉我说，近期3个月之后没多久就要告白了。如果好的话，应该是这样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一些速度，关于速度、加速跟时间运行的牌，目前还是都比较在呈现你们两个的能量。连锁的浓度或什么我只能先从那里去推测，大概是不是已经快连接的很近了没关系，我再帮你翻所谓的时间的讯号有没有更多。又是一个被互相抵消的牌应该说本来我又觉得说可能现在先停着了然后停着了，然后不确定了。本来我们还在讲说可能3个月多他就告白，可是后来塔牌出现之后，反而觉得他突然停了，他不会在3个月内，他突然停了，就是说整个宇宙还在整理，他还没确定是不是真的要跟你告白也不能说他不会跟你告白，他会跟你告白，只是他心里还没有确定应该要多快，或是还在等，他还在整理，不塔牌出来的时候在整理。然后后来这2张牌出来之后，我反而更加确定的是，他最后会被他的渴望跟他对于你的喜欢，他等不及了，所以他无论如何，即使没考虑清楚，他还是会跟你告白因为太阳牌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太阳牌抵消了塔牌给我的那一个负能量它抵消了。所以我把它回归到就只有这2个在思考我觉得他会以一种比较冲动，他会依赖自己比较冲动的情绪来去跟你告白，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还是会在我刚抓的那个时间内，可能还会再更快跟你告白，或是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这个讯号还蛮强的啦，他不，我觉得他没有拖慢我们来看2张来确定一下我刚刚讲的这一个逻辑跟范围是否符合。好，3钱币我觉得他会用一个非常，我还是觉得他会依赖自己比较冲动的一个感觉，然后他甚至会被他的朋友随便说一句说，哎呦就赶快去告白了，在等什么，他就会去告白了只能说选择3号的朋友，这个人算是比较冲动一点的人。如果要以星座来说的话，他可能比较火象星座，但没关系啦，很多时候就是碰巧的嘛就峰回路转的嘛。本来以为不好的事情就这样子就变好了也没关系，总比这样等待的好然后你可能会会等到一个蛮急躁的人那他其实挺有趣的啦。我这边有觉得这个人不是你现在脑袋想象中的人，因为我觉得他跟你的陌生感有点重。他可能很熟悉你，但你对他蛮陌生的，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你想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别的人。我这边每一个牌我都再提醒一下我们在捕捉的是一个能量，但这个能量可能符合不同的人。也许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也符合，但是他可能也符合别的人，所以他这里捕捉可能最后真的跟你告白的不一定是那个你想象中的人，他会是另外一个也符合这个能量跟这个情况的人会跟你告白但这些都是一个意外惊喜啦都可以等待，反正这件事情应该是会发生就对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上大概就这样了那是他会在什么情况下跟你告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什么场景、什么地点看一下其实这个比较有，这个也蛮有趣的啦就是你碰到了一个类似的场合或什么时候，你就会心里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期待，就是好像要出现，好像要来了这些的。来，你看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有几个牌亮了起来，有点花了。
先不放，我先抓出来。这里，天哪，全部都是权杖啊！其实刚前面权杖火能量已经够多了，已经多到我觉得有点太澎湃了。就现在问是什么样的场景这方面的时候，权杖牌都跑出来了，我直接排顺序好了。既然它都出来的话，是哦，好，首先呢。他跟我预期的蛮像的，他会是一个蛮莽撞的人哈，是一个有点小粗心的人，可是他会用他的冲动来跟你告白哈，所以他会在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告白，可是他有可能会在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跟你告白，他不会偷偷约你，我跟你说，他不会偷偷约你，他会在跟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或者跟朋友出去的时候，突然把你拉到旁边跟你说，然后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情况中？因为他感觉到整个气氛跟各种。都很好，他一定要跟你说，因为他被整个情绪跟气氛所带动了哈。就说周遭的一些风能量把他这个火吹得越来越旺，他就一定要跟你说，他心里耐不住，他觉得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哈。然后侍者牌出现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单纯、非常 pure 的心态跟你告白，所以他也没有，他不是一个深思熟虑，为了这件事深思熟虑的人。其实他前面在等待的，只是在等待他自己的冲动啦，好，因为他有个害怕被拒绝的心，好，害怕被拒绝的一个顾虑，可是冲动值还没盖过这个顾虑，所以他冲动值盖过了，他就会跟你告白哈。他其实很单纯的人，我跟你说，他是个很单纯的人，所以你的心思细腻或敏感，跟他说，或是你感受到了一些太细腻的东西，其实他没有感受到，很多事情都要跟他明讲，他才会知道说，原来你是这样想，原来你有感受到，记得哈。也因为这样子，他因为这种个性单纯，所以他不会有太多的秘密。他跟你讲的时候，他跟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已经是完整的他了，这是他的优点哦。虽然感觉上很粗心大意或粗枝大叶，但是你记得，他是一个你不用特别去猜忌内在的一个人哦。然后再想想看有什么8号，哇，双数牌3，4号。好了，我觉得这个能量还蛮好的，只是场景还没有出来。这个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哈。场景的话，这个好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哎，我跟你说，真的是很多人的时候了，因为各式各样的人都出来了，各式各样的人出来，可是这些人都有点偷偷知道说，这个人可能要跟你干嘛。他其实我跟你说，只有你不知道这个人喜欢你，其实旁边的人都有点知道哈。而且这里突然有一个讯号跑出来了，这个人呢、他已经在你的朋友圈外圈已经认识了你的朋友了，而且这个人可能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所以他的旁边的你的朋友旁边的你旁边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有知道这个讯号了，所以他慢慢的接近你，慢慢的从他朋友跟你的朋友慢慢了解你，了解近你这样子，所以其实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已经知道他喜欢你，然后对你来讲，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深的人，比较新的人，好，可是就是因为他隐藏他对你的喜欢蛮多的，所以你可能没发觉到这一个人。好，所以他跟你告白或什么之后，你可能会有一点觉得，我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感受到这一个？好，不过旁边有非常多的眼睛在看他跟你告白的这一幕发生就是了。哦，这个讯号也有哈，看一下，我画面有很多人在喝东西啦，很多人在喝东西，有很吵的画面啦，他会在很吵的情况下偷偷跟你说，今天前2组牌也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他前2组牌也你跟第3组牌都一样，都没有单独约出去的画面哦，都是旁边都人还蛮多的。好，我再看一下这里，这里的讯号还蛮复杂的哈。5号人距离哈是，比如说是大家都在偷看这件事情发生了哈，所以其实大家还蛮喜欢这个人的，我必须说，你的朋友也蛮喜欢这个人的哈。表示他这个人确实是不错哈，你可以期待一下，我再看一下。
好，其实整个场景没有特别讲了说是什么啦，就是反正就是还蛮多人的，你的朋友有在，有陌生人也在，很多人都在喝东西，在哪里喝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他会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里跟你说这个是刚刚确定的事情，然后这个空间跟时间其实都捕捉到，我突然想要再捕捉一下他这个人的性格因为刚刚在这里我们刚刚定的题目并没有要捕捉嘛，可是刚刚突然捕捉到了，我想要再挖深一点。对于这个人的了解，他很喜欢自己，我必须这么说，他很喜欢自己，因为他的朋友也很喜欢他，比如他的朋友跟他自己都很喜欢他，但他不到自恋可是他其实对于他能做的事情的要求还蛮高的，他这辈子都在寻找他在这世界上的价值，他是什么？可是他是一个无意识的，他不是一个这么敏感的要去确定自己是什么。可是他做了非常多事情，都在跟自己确定说他的能耐，他能做的事情，这是他其中一种快乐的来源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烦恼，但是他的解决事情的能力很强他算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往的人啦，他也算是一个比较硬的人，所以当一件事情他很确定的时候，他就会把它做。可是他不是一个很容易气馁的人，他的伤心值很低。我比如说他的伤心值很低，因为他的敏感度也没那么高，他对情绪感受共感度的能力是比较低的。但是他对于事情的逻辑发生的顺序跟得失心，他是用非常稳重的个性去面对的，所以他不会有一种大起大落的情绪，他也不会太怪罪自己，也不会太怪罪别人。他对事情很多是蛮公平的，主要是因为他对于追求一个人跟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他看得比较清楚，他也比较注重。某方面来说会被别人误会说他是比较自私的，但是他不是，他只是觉得我很喜欢自己，大概是这样子。也因为他有这一个魅力散发出来，所以别人很喜欢他。我想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他这个特质所喜欢啦。好，大致是这样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3号的讯号比其他的多一些，希望你能够接受到然后你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这个能量我是比较偏向，他可能是一个跟你不熟的人可能不是你脑袋中想的那一个人但是也有可能你脑袋中的那一个人会转变成这个能量，然后去跟你告白。但是我觉得这一选的3号的朋友几率是比较小的，就是了。好，希望能够帮到你然后祝福你，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4号的朋友好，4号的话，来，今天的题目是他要跟你告白了然后我们会分2个阶段。像第一个是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会跟你告白多近；第二个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场地、什么样的情境跟你告白来，我们来先捕捉一下第一个时间大概的距离时间点。这个还有刚刚有一个，先这2张好了。听你说，我觉得时间没有很靠近。但是他正慢慢的走近了，就是说要发生的时间不是最近啦，但是他已经准备好要跟你告白，他在慢慢的走到了要跟你告白的那个时机点。这个很抽象，但是我必须说他已经往确定的那个目标在走了也许是那个时间他已经确定好哪一天要跟你告白了只要那个时间到了，他就会跟你告白来，等一下这个好，这个没有问题，也是刚刚的逻辑这个也是他已经想清楚了，他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有可能会加速他可能看准了那个时间点，但是他可能等不及那一天，他会提早跟你说，也有这个讯号，也有可能。但是我看到更多风能量、宝剑能量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理智在控制他自己啦。他觉得跟你告白那个时间点是最好的，他不会改变。虽然他心里的冲动已经起来了，他想要再提早，但是好像被阻止了因为有些能量被抵消了。好，再帮你抓清楚一下时间啦。时间
刚刚是没有确定。来，我们直接问哈，3个月加加减减哈，加加减减好了哈，3个月。因为我一直重复说的就是，我觉得一个能量要形成、要发生、要有故事线、要发展出一个能具体呈现的，我都觉得基本上要3到6个月的这一个，因为它的故事线很多，不是9年的故事线，还有他的故事线，还有其他人的故事线一起发展之后，人生才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发生啦。好，所以我都会用3到6个月加减。那这一题我用3个月的加加减减来看哈，这边好了，锁住了，等等。好，3个月之后，故事线才会开始启动。哦，然后启动了之后，并没有马上要告白，还要等一下。有一些他心里的确定，还要确定一下才会跟你说。确定什么？确定你啦。4号的选4号牌朋友跟你说，他可能不是你很熟悉的人。他不是你很熟悉的人，但是他可能是比较没那么熟的朋友，就是说你跟他的熟悉度不高啦。就是说，即使你们现在在聊天，就算我告诉你他是谁了，你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问号是，其实你跟他不熟，可是他在第一次见到你或认识你，他就对你有所喜欢了。所以后面有几次的遇到或是看到你，他都觉得你很棒。他最近突然有一个。他心里有一个火能量，想跟你告白，可是真的就像我刚前面讲的，有一些理智跟他对于你的不了解，阻止了他做这么莽撞的事情。好，所以他心理上跟他心态上，他被你的很多地方吸引住了啦，也算迷住了啦。好，可是他心里有一些感情上的失败，阻止了他再去做莽撞的事情，所以。以时间上来说，我觉得3个月不会发生，因为我觉得他整理的时间他还在整理的时间里。但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亮点，在4月多的时候，不是4月啦，sorry，4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转角，就是有一个起伏，就它有一个很尖锐的一个。感受给我一个感受，在那个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了，然后会，因为我刚说3个月之后才开始启动他想要跟你告白的这个能量嘛，然后我大概到了4月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种涡轮开启的加速了哈，就是加速了，反正不要讲涡轮太那个了，就加速了，冲刺了。好，它这个能量突然冲刺了，燃烧起来了，突然有燃煤燃烧起来了。可是那个事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哈。反正会有一些外力会突然影响了他，想要，影响了他有感受到等不及了这一个念头嘛，就是他等不及了哈。没错哈，我觉得到第4个月之后就开始顺利了。就开始顺了，他的心情上就开始顺了，他就比较有自信了哈。而且4个月之后，他就有一种随时随地只要机会好、气氛好，他就会跟你告白的讯号是有出来哈。然后我跟你说，他这里有一个偷偷的小讯号是。在他跟你告白之前，你可能会依稀的似有似无的，就从你的朋友或他的朋友之间就听出来。他喜欢你了，所以我更确定是你现在不知道是谁。你要在大概那个时候左右，你会不小心从空气中得到这一个讯息。有人说漏嘴了啦，哦，所以他跟你告白的时候，你并没有那么大的惊喜就是了，哦。再帮你捕捉一下。我问一个比较多余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模糊地带。我要问的是。会不会其实是6个月以上？没有啦，哦，没有啦，已经在我们刚前面的时间就已经启动了啦，它没有啦，它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没有太多的疑虑哈，没有太多的疑虑，那个直觉，我的那个直觉跟我感觉到那个就是对的啦哈。反正他可能不是半年上，他就是半年以内哦，你再等看看哈。他的故事线发展的还蛮顺的啦。
然后我再多抽一张看有什么提示。好，没有哈，事情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方向在进行的。好，时间点大概是这样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好，然后他会做什么事情，也可以顺便捕捉一下。哦，他会怎么表达或什么哈？不过刚刚那个你可能会先知道这件事情的几率有，但是我希望不要发生啦。我希望不要发生，因为那个惊喜实在是削弱太多了。好，来帮你看一下哈。情况哈，我先说，刚前面3个牌都没有单独约出去的时候告白，都是在很多人的时候告白。如果等一下翻出来是类似的，你也可以去听听看，前面随便抽一个来听看看，可能会有类似的情况哈。来，这个，刚刚突然有一个讯号叫我多抽一张这个牌梦境牌，梦境牌好像有讯号要告诉我，怎么翻了？等等，有混乱到，对，那重来。这个，好。看一下哈，什么情况？好，4号牌很特别，4号牌是他会单独约你出去哦，他会单独约你出去，然后会在你跟他的朋友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偷偷约你出去，所以。哎呀，他这一个偷偷约你出去的秘密会被有人会说漏嘴啦，有可能啦，就照刚刚的逻辑来说，好啦，希望你当做不知道啦。然后因为他这里有一个提醒啊，他有一个真相，有一个事情，你会在他告白之后就跟他说，其实我知道了啦，这个，但我希望你不要讲哦，希望你不要讲，让他满足一下他的梦幻嘛，哦，满足一下他的梦幻。然后他会在这里很明显哈，很明显，我直接照图说哈，然后我再加一些我觉得它的连接。图面上是说他会在有水的地方，附近有水的地方跟你告白，好，然后图面上是月亮，但是是白天，哈，因为月亮在水里啦，它并不是一个月亮的那个反射啦，我觉得它是一个2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会在白天有水的地方跟你告白，这是第一个讯息哈。第一个讯息，我觉得不是晚上，因为晚上有一个不安全感跟不确定感在我脑海里出现，所以他排斥了我对那个夜晚的想象。我觉得他是白天。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讯号，来就这个，他会带你去有跟森林有关的地方吃东西或休息的时候跟你告白。那个时候旁边就有蛮多陌生人了，蛮多陌生人了哈。那他这一张图给的那么多的，这张图其实9号权杖，它很多是告诉我说一个内在思绪的嘈杂跟不确定，还有一些挣扎。可是因为我们这样连贯下来，到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它这个空中的嘈杂跟讯号，对我来说是指的是其他人的。因为前面的顺序已经确定好了啦，那个你们的安静是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个上面嘈杂的东西是别的人的哈。好，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场景是可能跟树木、森林有关的一个场景，可能会是所谓的山中小径的咖啡屋啊，或山中小径的餐厅，或是带你去看一些蛮漂亮的地方的时候，跟你告白。可是其实你早就会知道这个人的意图了，然后当他跟你约这个的时候，所以这个不算选择4号牌的朋友，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事件，它不是一个惊喜的事件。我觉得你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过程哈。好，这个牌没有特别的讯号，它只是说那一切是会准备好的哈。好，
如果是场景跟事件情况的话，有挖掘到，我们来帮你挖掘一下他的人的个性、性格上的东西哈。这个其实蛮有趣，因为他刚其实在翻的时候，我一直有这个好奇，因为我们刚前面说这个人可能跟你是不熟悉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各方面性格方面是如何哈。不要这个，这个好了，来，好，通常我都只捕捉优点啦，除非有缺点特别明显，我忍不住要讲，我才会讲哈。首先呢，他人生有经过一些转变啦，他现在已经换成跟他以前不太一样的人了，所以你可能会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听到他讲一些他以前的过往然后他会有点跟你承认说，他跟以前跟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他有一些大事情发生了然后他内心也从混乱中已经处理到一个平静感了，所以你从他的外在感受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误解是，他好像心里有一些秘密没跟你讲，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有一些混乱的东西，他把它处理完了，压抑起来了，所以他有一种强迫性的让自己的内在心情是平静的，然后这一份平静可以带给他一些勇气，跟处理事情的力量，跟面对这个世界生存能力的一个力量，所以他看起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稳定的人。然后他处理混乱跟复杂的状况的能力也很强，面对事情情绪起伏状况出现的时候的能力都很强。你自己看盘面都是一些都不是一些情绪的牌哦，水能量也很弱哦，都是一些有领导力、有控制力的牌哈。好，他其实。他有很高的几率会以你的决定为主，因为他觉得附和你的决定跟你的想法，对他来讲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没有为难自己，他的表情跟表达上面好像是依附着你的决定，可是他心里的那一个快乐感，他没有表达出来，是一种无意识的快乐啦，无意识的跟随的快乐。对你不会有太高的要求，他喜欢附和你，也不能说附和你，他喜欢支持你，他喜欢跟随你。可是他的表达起来不太像，他表达起来好像是他想决定任何事情，可是他决定任何事情其实都已经有斟酌到你的想法跟你的意见，所以他会在一步一步了解你之后，改变了他做事情的模式跟决定。但是这个模式只有在遇到你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模式，跟其他人的时候他还是会用自己的原则。来这样子去做，那这个两个世界对他来讲，他已经找到了那个平衡，他也会找到那个平衡哈。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你会觉得没什么压力，但是这个没什么压力也会趋近于小小的平淡。所以这一题跟这个人可能要给你的课题是，你的人生可能会开始体会到，原来平淡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幸福，而不是。跟所谓的炙热的爱情有一点点完全不能说有一点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恋爱感受。但是它这个会比较耐久、比较持久，是你慢慢的才会发现说这个是得来不易的平静哦。因为对于追求平静来说，情绪平稳是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跟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他的个性方面哈。这个的话就没有讲太多，其实很多东西都讲过了。他的那个稳定跟各方面，他自己各方面的处理。好，还有这边多讲一个，就是他的朋友都很喜欢他啦。好，他的朋友都很喜欢他，主要还是因为他可以带来那一个稳定感。好，然后他的家庭有点宠他，哦，他家里的人蛮宠他的哈，但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变成一个妈宝或是什么个性比较拗的人，他没有了，他没有。
现在来说是没有啦，以前可能有。这个我再翻一张。然后我相信星星牌在这里告诉我的是，他跟你告白之后，然后如果你们交往或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要跟你交往或者在一起，他认识你，跟你比较亲近之后，他跟你接触之后，在某方面来说，他有一个全新的成长，然后他人生会开始订定一些新的目标，因为你的出现之后而增加的。但老实说，这个目标跟这个愿望里面有可能参与你，但是也可以不参与你，就是有没有你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然后这个内心的影响是你的出现之后，他有一些新的对未来的愿景跟新的愿望会在心里会发芽，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会在你认识你之后，会有一些开始慢慢的改变。他会想打个比方啦，他原本没有想买那么大的房子，认识你之后，他才知道说他可以买那么大的房子，或他想要那么大的房子，或是他原本觉得他现在赚的钱够多了，可是他认识你之后，他觉得他可以再赚更多的钱。可是他赚更多的钱，都不是因为你，而是他认识你之后，他更认识自己的能力。还有另外一个是他认识你之后，他才知道说，原来他除了对自己好之外，他也能够对别人好，他能够在这之中找到那个平衡，而且他可以在对别人好看到别人的幸福感之后，他也可以知道说，原来自己的幸福感也可以来自于别人。然后这个感受并不是因为施予，而是一种分享，而是一种牺牲自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在某方面的时候，他即使后来也没跟人在一起，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更能够独善其身，他更能够从自己跟外在的回馈来知道自己的价值跟自己的快乐在哪里。好，这是他这些人格特色。好，这就是选到4号牌的朋友哈的大概是这样捕捉起来哈。那希望对你有帮助后，然后期待一下，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不是你，我觉得不太像你心中想的人，因为他这个陌生感实在太重了哈。你对他的陌生感还蛮重的，而且我在挖掘的过程也有感觉到你这一边我们观看的这一边来说，对这个人是非常不熟悉的哈。好，你可以期待一下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